轻乳酪蛋糕，一款起源于日本大阪的甜点。由于轻盈的口感和比传统芝士蛋糕低很多的热量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风靡全球。而它的牌面则是一家连锁店，据说在深圳和纽约开店的时候，门口全都排满了人。像空气的蛋糕是吧？来，我来教你们做。这家店的名字叫 Uncle Tetsu， 位于曼哈顿最繁华的中城区。从时代广场出发的话，走路3分钟就能到。我现在店门口，感觉比想象中的小一点啊。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店里连展示柜都是空的，而且不支持堂食，只能外卖带走。Hello, can I have one original cheesecake? 250 is your total. OK， 搞定了。一份的话要卖14刀，你们觉得算贵吗？话说现在已经是零下9度了，也不知道回家以后会不会冻硬，所以我又返回去了一趟，专门为了店员。Okay, quick question. How long will it last for? 12 hours room temperature, 3 days in the OK， 能在冰箱待3天的话，回家应该没啥问题。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，大概就是他家没有公开的菜谱了吧。你们看，打开包装以后长这个样子，看上去跟普通的蛋糕差不多。那我先帮你们尝一口啊。哇，好吃！如果说普通蛋糕有海绵的口感，那么这个就更像舒芙蕾。入口的瞬间就像吞下了一坨空气，仔细咀嚼却又能尝到浓郁的蛋香和奶香。芝士的味道反而不明显，有种吃到了却没有完全吃到的感觉，甜味也是点到即止。这样的蛋糕我能吃一整个。好，这就开始复刻。因为原版的蛋糕没有菜谱，所以我准备先找一个靠谱的配方，再反复迭代几个版本，做成和原版一样的味道。你们要是学会了，就给我点一个赞，这波不亏。那这是我刚找的方子，材料特别简单，就鸡蛋、牛奶啥的，稍微难搞一点的可能就是奶油奶酪。不过根据我上次做美式乳酪蛋糕的经验，这种非常奶油芝士肯定没问题。但凡是欧美人写的配方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把糖量减到原来的1/3。分蛋的时候也要注意，千万别把蛋黄戳破了。那这个就是我特地给你们做的错误示范，和真实水平毫无关系啊。其实看配方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个蛋糕就是传统乳酪蛋糕的健康版本。如果把糖和芝士的用量翻5倍，就会跟我之前做的 Junior's Cheesecake 一模一样。稍微不一样的是，蛋黄还要有一个和面粉一起加热的乳化过程，然后是蛋清和塔塔粉，中速搅拌，在产生气泡的时候分3次加糖，打到湿性发泡的时候就停手，再用翻拌的手法分2批半径面糊，形成光滑柔顺的液体。我用的食材大概是和6寸的烤盘，垫上裁好的烘焙纸，把面糊倒进就行。如果面糊有个小尖儿啥的，不要去整烤盘，那像我一样用筷子螺旋的转几圈，就会形成平整的表面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舒服多了？刚刚用来加热的水不要倒，沸腾以后还可以当水浴用。最后130度烤1个小时，让蛋糕膨胀起来。不过我觉得按照这个菜谱做出来的蛋糕吧，差点意思。你们看这个原版的蛋糕，有一层明显的枣红色，一看就是用高温烤出来的。刚好我家的烤箱也有这种明火炙烤的功能，除了很容易烤过头以外，没啥大毛病。第一次用明火烤这种东西，只有牢牢的守在烤箱前面，我才能完全放心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有猫的话绝对不能给它看到这个线，有多少就给你啃多少。哎呀，真的是碎了一地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像忘了什么东西。我你们听我一句劝，炙烤这个东西水很深，你们把握不住的。烤成这样，别的我是吃不出来，但是明显能感觉到鸡蛋的味道还是太冲了，而且跟原版的比起来完全没有甜味。重做是肯定的，但是吧，步子迈得太大了，容易闪到腰，所以外形啥的先放放，把味道搞定了再说。为了弥补鸡蛋的水分，我还稍微多给了一点牛奶，
烤箱的话还是130度，水浴烤1个小时，不上色也无所谓。你们看这个质感可以了吧？真的是超级短，跟不倒翁一样。OK， 这把稳了，我来帮你们尝一下啊。问题不大，反正这一次外形啥的也不重要。味道嘛，怎么说呢？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蒸废了的鸡蛋羹？我感觉这个就很像。你们看这儿湿的，这说明了啥？说明面糊太稀了。但是有一说一，甜度真的和原版一模一样。OK， 进步很大，下把稳了。面糊的浓稠度是重点，在实验了好几次以后，我发现只要开小火，保持匀速，持续和冷3分钟，手上的阻力就会明显增加。去除蛋腥味也很简单，一勺香草精就能搞定。你们看这个浓稠度，说明了什么，同志们？说明了已经可以开始考虑颜色的问题了。我觉得吧，只要先用高温上色，再用低温烤熟，它就能形成标准的枣红色。反正也上色了嘛。但是你们看这个空气的质感，是不是比前一个强多了？至于味道嘛，哇，这个就是原版的味道，一模一样。那就只有开裂的问题了。只要这把做成功了，我就去睡觉。在反复总结了上色的经验以后，我觉得还是第一版的方案最靠谱。先用130度烤1个小时，再用炙烤功能，距离火源20厘米烤到上色，只要盯得紧，它就肯定不会裂开。关火以后的操作也很重要，千万不要打开烤箱，否则底部会湿透。只要让蛋糕继续在烤箱里放凉5分钟，趁热脱模。看看这蓬松的质感，这弹爽的体格，一份完美的轻乳酪蛋糕完成。你们看它的正面，蛋壳一样的质感。再听听它撕开的声音，清脆诱人。其实这种蛋糕有2种吃法，一种是常温吃，一种是在冰箱里冷藏以后吃，每一种都是不同的体验。蛋香十足，但又绝不过分。如果原版有10分的话，我觉得自己的版本至少也有8、9分吧。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虎年已经快到了吧？那么就在这里祝你们春节快乐，虎虎生威。我是大碗拿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